裁军。裁军。裁谁？裁多少？以什么名目来裁？回禀令公，自长兴3年，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，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，后增5都。文穆王时新设轻从、轻卫、中直匡武次妃、左右厅、乐骑等24都。中宪王又新设3都，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浅都。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，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，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，负责车架修造的车架都，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。国中共计48都，总计兵额243581元。此番裁军，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。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，浙东、浙西2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，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，兵丁进行裁撤，瑞金都、楼船都、辎重3都并入兵部，车架都并入工部，总共要裁掉21都，裁减兵额87321元。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？大王可知兵是什么？若是没有了老八都，便没有了吴越国；若是没有了这些囚八们，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鱼盐贩子，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。纷纷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兵便是天下的根本，兵便是一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。若是没有了兵，或者是兵弱了，不要说天下，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下，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，尖牙利齿，一口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食干净，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。不光说是大王一家，哪怕是前世一族，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。真是如此吗？大王是遗老臣了。孤是在问，如今的老八都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？虎子，依内衙兵册，老八都在册兵额有多少？八都总计兵额31882元。实有多少？据内衙都监署点检，老八都实有兵额11054元。控额、阴兵、白账，军中3大弊，你们都不知吗？令公啊，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？父亲，父亲，大王这是杀鸡害猴啊！老八都营务废弛，不堪一击，这是人皆禁制。2代君王和七郎君都不敢揭开此事，就是怕乱了军心，生出昼夜之变。今日大王命神虎子当堂揭开了此事，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！
小老虎，小老虎。你就那么当众打那老头子脸，不会把他逼急了，再来个连夜逼宫了。他掌管兵事这许多年，对那些军中情弊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只是他自家毕竟出身老八都国，里面的官便将佐几代以姻亲相结啊，要么是当年同袍的后人，要么是昔日部下的子侄，啊，还有很多人的祖辈当年在军中是他的上官将主，那碍于情面，他不方便做这个恶人。那我替他做这个恶人，那老头子还有什么不甘心呢？哎，抱抱。抱抱抱抱抱抱啊！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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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哭不哭不哭，哎，不哭不哭不哭，我去大王。你那几个兄长做大王的样子，我可都是见过的，都是下面的臣子做恶人，这好人是让大王来做的，怎么如今到了你这儿，这大王反过来替下面的臣子去做恶人？哎呀，我也便是说说而已。这老头子辈分太高了，位分又尊贵。也便是在他面前，我才替他做一回这恶人。那真到做事的时候，哪轮到我这个大王自家去做恶人嘛？是不是？啊，不做恶人，谁是恶人啊？不做恶人啊？不做恶人。谁是恶人啊？啊？罪臣钱仁俊参见大王。大郎兄免礼。谢大王。像不像幕后耳官？臣不敢。真娘给小弟念过一首西府民谣。渔丈子坐朝堂，虾蟹锱铢入渔行。臣还听过后一句：时睡衣，天朗朗，辅君周见一般忙。那都是虎子先生在台州时定的策，算不得小弟的功劳。臣不敢贪天之功。大王何必谦虚？王道谈谈，王道平平。得贤人而用之，得良策而行之，这才是堂皇正大的王者之道。大王的威仪，或许不在服装典仪之上，却在梨树的心里。这是集市，这分明是一座城啊！如何呀？阔约3、4里，这城咱们走了半个时辰，还没走出去。东吴之地，不可轻图啊！我们走。早些年和大郎兄在皮夫子门下读周礼，河山之谷，在德而不在险。可真当坐上那个榻子之后，才明白，在德倒是不假，可若是无险可守，这德也未必能持久。大郎兄的案子是6个受了小人蒙蔽，屈枉了长兄，故替6个向大郎兄赔罪了。臣不敢。此番召大郎兄入宫，是想借着兄长旧日资望，重整内衙诸军。现在宗室之内，若论及最懂兵的，确实是大王自己。不过是跟着南征了一遭，替6个打理粮秣辎重，故
欲复大郎兄内压兵马，督统军事之职，提调内外兵马，总理裁探，各督编制事宜。大王有教，臣不敢辞。不过，臣想向大王要一个人。如玉公，可以暂时把如玉公借给大郎兄。谢大王。不过，要等他先忙完眼前的事。啊？朝廷使团到杭州了。顾身边眼下还离不得如玉公这个元帅府判官。诺。身上的肉打烂了，将要耗药7、8日，再打烂再将药，也有5、6番了。只是不肯开口说话，更不肯挖矿。延年君子，温其如玉。世家子弟，读过书的人，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，终归不一样。杜衙内也是世家子弟，也读过书。还有杜令公那等煊赫的家翁，上了刑台几番手段下来，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？不一样。杜昭达这样的，说杀便也杀了。大郎君是宗室，想要入他的罪，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。国主，臣已经问了3次了，红军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？何时能结呀？吴伯父，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，红军乃无知兄长，吾也判他无事。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，多有拥立剑篡之语，红军身在其中，岂能不问？亲之情，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？可是，国主，杜昭达以明正典刑，死无对证，供状真伪亦不可知。大郎君临危受命，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间事，如何能起篡逆之心？臣以为小人之言，不足取信。事情有无，总要查个明白。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，才好稳定朝局，廓清人心。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，何必急切？大王年纪虽轻，行事却不稳重，而今世道能稳重，便是1等1的好事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国主是何意思？武灵公稍安勿躁，老夫如何能安得？大郎如今身陷囹圄，生死不明，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。国主不要这个兄长，自可明言，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。算这脚程，水丘大约也该到了。水丘？孙本和大郎君，根子上是一回事儿。三郎恢复本性，姓孙不姓钱，他的事情便算结了。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，那就要看水丘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。兹儿吴越，钱弘佐，源自先朝，邦家于此，宣历四方，功在社稷。乃特颁册命，示表书恩，而为吴越国王，以彰恩宠。而其免之，以复镇怀。主者，施行。臣钱弘佐，奉旨谢恩。臣等奉旨谢恩。
臣水丘昭劝，谨为大王贺。臣等谨为大王贺。与众公卿同贺。众卿平身。大王正位东南，臣等请开库藏，宽刑狱，犒赏将士，大赦官民。户部库藏如何？回禀大王，去年三江泛滥，文穆王体恤民情，免了当年秋税。西府库藏及各地长平，本已捉襟见肘。如今夏汛将至，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，不宜轻动。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，再行犒赏。今年秋税，照去年例捐免，犒赏三军的钱，孤自家出了。大王仁心，恩泽万民，臣等奉教。今日事毕，水丘清流队，诸卿三朝。臣等告退。臣等告退。犒赏三军，捐免钱粮皆是得政，但宽赦大郎之事，他提也不提。国主大王不提，尔等也不提，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？哎，袁学士，如今水丘也回来了，大王也正位了，满朝公卿皆大欢喜。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？武灵公，你是要救人，还是要杀人？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一样的话，要不一样的人来说。代孕，本无反心，无罪受诛于宫门，此上下离心之事，庶人孙本也无勾连剑篡之实。杜昭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，明正典刑，不为苛酷。大郎洪俊御兵治事，鲜有疏忽，至今蒙冤受监，公卿愤愤，国人惴惴。水丘昭全，你好大胆！臣家世代契礼，与国同修。吴越国在，臣在；吴越国亡，臣亡。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，为大王言之。这些话，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？此时，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，宫闱之内，诸事动荡，皆以权宜为要。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。京师制文已至，大王受天子册封，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。王者治四方，当以堂皇正大之政，不做权宜苟且之谋。这些话，从未有人与孤说过。此乃宰相之过也。请起来。顾继任两军已差不多有1年了。相公们每日奏事，皆言其然，不言其所以然。顾心里知道，他们当孤是晚辈，听不懂道理。
只能整日哄着骗着。可他们越是这样，姑心里便越发忧惧。众多兄弟满堂公卿，我竟不知该信谁重谁，也没人如卿这般甘冒赴约，也要跟姑说真心话。石秀赵全，臣在。你愿意辅佐姑吗？臣万死不辞。既如此，你说说，既然姑已然错了这许多，该如何改过？这大国如烹小鲜，往事不可追，朝廷稳定要紧。请大王颁教朝堂，大赦东南，以宽和、公正事臣民。释放沈文琪出内署，让大郎洪俊归家思过，以结宗室之心。父亲，出来便好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以诸位相公、学士稳定朝堂，治理书政，然则民心可平，东南可稳。